的女人现在命悬一线。这是目前为止终局这个系列电视剧里最好看的一集，女王的终极目标也终于浮出水面。让人意外的是，这个目标将会是现任的美国总统。所以特纳告诉助手回实验室鉴定一下土壤的产地。与此同时，担心女秘书安危的多克现在并不想回家休息。局长突然给特纳打电话询问，为什么在基地的周围突然增加了这么多示威的人群？这些人为什么会知道他们把女王关在地堡里？这名男子声称他得到的消息都是匿名的，他并没有参加到女王的计划中。特纳询问他是否知道关于白宫女秘书的任何提示。在千钧一发之际，他们赶到了这家工厂。他们顺着液体流动的声音找到了这个装满金色染料的容器。他早看出来多克打算谋反的举动。Only question now is, do you want to go quietly or with all your bridges on fire? With you, that bridge has been burning for a year. 而当他们赶到金库内部的时候，所有的金子都已经被融化了，而使这些金子溶解的仅仅是水。特纳看了看货架上的金漆，欧文特纳因为失手打死一名囚犯会被关在单独的牢房，这件事可能会对计划造成影响。不过没过多久，欧文就被送了回来。欧文不知道因为什么原因已经出狱了。We might have a problem with Owen Turner. 与此同时，多克和局长之间的关系已经决裂。不过局长警告多克，女王一直在努力找出我们所有人中最黑暗的部分。You're getting into some deep water. Don't worry, I know how to swim. 特纳回到地堡，再次见到了这个让他又爱又恨的女王。If they touch a single hair on her head, you better believe all $500 billion of that gold are going to end up at the bottom of the Atlantic Ocean. 但特纳说，如果美国民众知道了他们政府的丑闻放埃琳娜的声音。随后，他们来到了现场指挥部。总统摸了摸假金砖的样本，向2名下手询问对女王的看法。白雪公主和贝洛克夫人之间的恩怨由来已久，不如暂时休战。女王可以带着家人去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。总统承诺给她提供非常警觉。他声称并不知道他们要找的套娃。Did he mention the Bella? Oh my god. 随后，女人把他们带到了一个上锁的阁楼。特纳问他这里哪些资料是关于贝洛克的。All of it. 不过这场车祸的司机却存活了下来。只要找到这个司机，就可能找到套娃。总统回忆了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。There's the service entrance. 在得到这个重要消息后，总统让他的特工将女王带离地堡，并叮嘱盖勒把女王解决掉。与此同时，特纳和安东尼找到了肇事司机。这名在车祸发生后，他被带到贝洛克夫人的家里。那塔有50多个同样的娃娃，这让特纳明白了女王让他寻找的娃娃里一定有现任总统的把柄。他认为女王是他们寻找证据的关键人物。不过局长告诉特纳，在女王被特勤局的人员带走之后，总统一定不会放女王活着回来。正晚时分，女王被总统的特勤人员带到一个无人的树林。盖勒将这个俄罗斯套娃丢到女王的面前。总统让我给你一次机会，但我告诉他这没有意义。You know me well. 盖勒告诉女王，欧文好像另有计划。他独自一人来到一个角落里，从长凳下面取出一部手机，一顿操作之后，又假装什么事都没有发生一样。他的下一个目标，货物装载完毕后，欧文对谢尔盖使了一个眼色。随后，他们同时跳到这辆白色货车的底盘下面。紧接着，欧文将一条固定在车底的皮带绑在自己的身上。谢尔盖也使用了相同的动作，并撕开胶带，从车底取出一部手枪。就这样，他们俩随着运送黄金的车队顺利地离开了监狱。与此同时，特纳尔盖此时应该正开着装有价值数10亿黄金的货车兜风，而且他们一定会在某个地方汇合。如果想阻止他们，就需要按照犯人的思考方式思考。女王突然接到了埃琳娜打来的电话。女王说她很可惜没能当面和特纳进行告别，虽然她对特纳说了一部分谎言，但这都是计划的一部分。洛克夫人从女王的手里将她的女儿抢走，试图反抗的埃琳娜不幸肩部中枪，被洛克告诉面前的小女孩，她的父亲死于白雪公主的刀下，而她的姐姐则直接被女王扭断脖子，所以她只是做了她应该做的事情。被洛克夫人来到女王的面前告，这也是特纳久久不能释怀的原因。不过局长对欧文的无间道行为表示理解。正在执行总统 B 计划的多克刚好被局长撞见，但他的这些举动都被一个人尽收眼底。安东尼立即将多克的可疑行为汇报给局长。